奶奶，你现在有了曾孙女，也算如了你的愿，就不要老是拉踩我们这些当孙子的了。老太太说道，才一个曾孙女，我还想多要几个曾孙女。人心就是贪的，一个愿望达到了，又想更多，生出一个个愿望。以前还没有贝贝的时候，占家的人想着能盼到一个女儿就好了。现在有了贝贝，打破了他们占家不生女儿的僵局，大家的心就变得贪一点了，希望能再添几个女儿子。老太太说道，你们兄弟几个，每个人都儿女双全，奶奶就能含笑九泉了。呸，大吉利是，奶奶不要说死不死的，不是我们不想儿女双全，也得有那个命才行呀。现在医学发达了，要不就做试管，想要几个女儿都能生。老太太骂他做试管受那个罪做什么？你们男人倒是没事，我孙媳妇受罪，能自己怀就自己怀，可不许做试管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有女儿命的，终究会生有女儿的。你大哥大嫂当初帮他们算了，就说他们儿女双全的，看这不就有了贝贝？老太太心疼她的孙媳妇们，可不想让孙媳妇们为了生个女儿去做试管。况且正规医院做的试管也是不知道男女的，还要受那么多的罪，她可不想让孙媳妇受那个罪。自然怀孕最好，能生到女儿就生，生不到女儿就算了。反正现在有了贝贝，她是抱到了曾孙女，还能不能再添几个曾孙女，就顺其自然了。占月笑道，我就是那样说一嘴，又不会真的让我未来的老婆去做试管，当然是顺其自然的。生不到女儿，有贝贝这个侄女，我也知足了，至少有一个侄女。曾小雅觉得老太太挺好的，很替孙媳妇着想，是真的疼着孙媳妇。这样的话题，她一个外人插不上话，就听着。占月留意到她，笑着对她说道，让曾医生见笑了。我奶奶偏心女娃娃的，她总是说她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孙女儿，总是对我们这些孙子嫌弃得很，说孙子不如孙女体贴，说女娃娃才是棉袄，细心周到又体贴。我们兄弟再体贴在奶奶这里都不值得一提的。我几个嫂子，我奶奶都当成亲孙女来疼爱，我们当孙子的都得靠边站。要是我兄嫂们闹矛盾了，我奶奶永远是站在我嫂子那一边。老太太说道，你们男人心粗，是不如孙女体贴孝顺。孙媳妇是嫁进来的，我当然要多疼点，才能让孙媳妇有家的感觉。况且我的孙媳妇们全都很好，没有孙女，有9个孙媳妇，当成孙女来疼也是一样的。你7个好事尽了，就你和老九还单着了。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，我能集齐9个孙媳妇吧。曾小雅扑哧的笑，老太太这话说的真逗，集齐9个孙媳妇能召唤龙珠吗？占奶奶，你能长命百岁的，有这么优秀的孙子，孙媳妇又孝顺，又当了太奶奶，是最幸福的老人家了。幸福的老人家都能长命百岁。老太太说，占月，你听听曾医生说的话，再想想你说的话，能比吗？女孩子说话就是听着舒服。占月一副无奈的样子，对曾小雅说道，看吧，我奶奶就是明晃晃的偏心，得亏我大嫂生了个曾孙女给奶奶，否则奶奶还能更偏心一点。曾小雅从主任那里知道些许占家的事，知道占家大少爷是生了个女儿，占家人宝贝得很，至今都没有人拍到过那个小娃娃的正面照，别说那个小娃娃了，就是占家小一辈，媒体都拍不到他们的正面照，被占家保护得很好，但又不影响孩子的正常出门。据说占家的孩子要成年后，可以进入商界了，才会正式露面，若是低调的，就算正式露面了，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。像占月进医生时，谁想到他会是占家的少爷？若不是主任看到了占家大少爷，都猜不到占月的身份。占家9位少爷，最出名的是前面3位，后面那几位都低调，也很少会被媒体报道。
不是与战家交好的人家，都不清楚不了解后面的那几位少爷。的确是女儿更讨喜一点，我堂弟妹都有，就更喜欢堂妹。老太太说道，可不是吗？女儿讨喜，软绵绵的，可爱极了。咱们家小宝贝啊，就是我的宝贝心肝，这个点他也该醒了，我得赶紧回去。曾小雅和战月送着老太太一行人上车，两人在万盛花园的门口目送着老太太坐着的车子远去。战奶奶很好玩，曾小雅说道，跟我奶奶一样，很是慈祥，也很能聊，一点架子也没有，跟普通老太太一样。我们虽然家庭条件好一点，也是普通人，又不是神仙，你们不要把我们当成另一个世界的人，咱们都是一个世界的人，是一样的普通人，没有人是神仙。你们这样的家庭条件还只是好一点呀，很好了好不好？看多了电视剧，也从网上吃过不少豪门的瓜，觉得豪门的老太太总是思想保守又封建，很不好相处的，在家里还说一不二，威风得很。豪门的媳妇也不好当，你奶奶就不像电话里的那样，听得出来，你奶奶是真的很疼孙媳妇，她对你妈妈这些当儿媳妇的也很好吧？没有听说过战家闹过婆媳矛盾的，也就是战大少奶奶嫁进去时，战少的亲妈不太满意，但再不满意也没有做出过欺负儿媳妇的事。别人在战太太面前说大少奶奶的坏话，还被战太太骂了个狗血淋头呢。这种会护着儿媳妇的婆婆不会差到哪里去。没有，奶奶对我妈他们都很好，像对待女儿一样的。我妈他们很孝顺我奶奶，他们相处的像母女像朋友，好得很。前几年我奶奶还经常带着她3个儿媳妇出去旅游，甩开她3个儿子呢。现在老太太老了，有那个心，没有那个精力再拐着3个儿媳妇跑出去潇洒了。曾小雅笑道，战奶奶真有趣，怪不得大家都说能嫁入你们战家的女人都很幸福，很多千金小姐都想嫁入你们战家。战月笑笑，那是事实。你那个小侄女多大了？应该才1岁多吧？记得是去年才出生的吧？只要是你侄女出生时，你们战家发了太多的红包，整个管城的人都知道了，就是他们这些普通老百姓都听说了。在战氏集团上班的很多人都说领到的红包抵得上他们1个月的开支了，有些比他们的工资还多。是1岁多，会走路了，说话就还不是很利索，不过孩子一天天长大，就是过了1个暑假，他已经会说很多话了。再大一点，应该是个牙尖嘴利、古灵精怪的。提到小侄女，战月都一脸温柔。侄儿们都上学了，现在家里就只有小宝贝陪着奶奶，她睡着了，奶奶就会无聊。听说我买了新房子，才会过来看看的。看到你，我奶奶都误会了，偷偷问过我，你是不是我的女友？曾小雅说道，我不是解释了吗？战奶奶还误会啊，她老人家不太相信啊，现在应该相信了吧？不过我奶奶很喜欢你，你看，跟你聊天都不搭理我这个亲孙子了。曾小雅笑，你是她的孙子，什么时候聊天都可以，我不过是一个过客，能聊得来就多聊几句。2个人步行着往曾家诊所走去。小雅，林健的声音突然插进来，他拎着一只精致的袋子从街道的另一边走过来，他的车就停在街道边上的停车位上，街道的一边划了不少停车位，方便来买东西的人停车。看到林健，曾小雅的笑容收敛起来，小声向战月吐槽，我拒绝了林学长数次了，他还不死心。战月说道，真正喜欢一个人不会轻易放弃的，他是林健也不会轻易放弃。曾小雅叹口气，他是真的不喜欢林学长呀。林健走到2个人的面前，他看了战月2眼，说道，战先生真闲呀，都不用上班的吗？该不会是无业游民吧？我是挺闲的，想上班就上班，不想上班就不上班。
无业游民算不上，我还是有工作的。该不会是替你堂嫂收租吧？在林健的眼里，战月有可能是个肯哥肯嫂的人。我堂嫂要是需要我帮忙收租，我很乐意给她打工。反正我嫂子不会亏待我，随便给我一点租金当零花钱，也比很多人上班强了。林健讽刺地道：战先生，这是肯嫂子肯的理所当然了。那只是你的堂嫂，我堂嫂有钱呀，我愿意肯她的话，她也乐意给我肯。海童，对，我有钱养得起小叔子，只要小叔子杠得住他哥哥的暴揍就行。林健还想讽刺两句，曾小雅打断了：林学长，你不用守着诊所吗？今天来找我看病的病人，我都给他们看过了，现在诊所里暂时不忙，有月华在看着，我走开一会儿没事的。林健将那只精致的袋子递给曾小雅，说道：小雅，我给你买了一套护肤品，听说这个牌子的护肤品很好用，深受你们女性喜欢。曾小雅看了两眼那袋子，的确是一个品牌的护肤品，这个品牌的护肤品还不便宜，随便一小瓶都要几百上千块钱，买下一套得花上好几千块甚至上万，收入普通的女孩子都舍不得买这个牌子的护肤品。谢谢林学长，我不要，你拿回去送给月华用吧，他在你们诊所干了那么久，又一心为了你，累坏了，送他2套护肤品，让他保养保养。那护士真的是满心满眼都是林学长的。曾小雅希望林学长能够珍惜眼前人，她说了不爱就是不爱，不管林学长对她多好，她都不会接受。小雅，这是我送给你的，你提月华做什么？她需要，她可以自己买。虽说她在我诊所里干得最久，我又没有亏待她，每年都会给她加工资，帮她买社保。她的收入比大医院的护士高多了，还没有那么累。林氏诊所虽然有点名声了，附近的街坊有点头痛发热，都是去她那里看病，但跟管城中心医院这些3甲大医院比，差远了。故而月华再累，也比不得医院里的护士累，但收入却比医院的护士要高。林健自认是个很好的老板，只要在他诊所上班的认真工作，他都会适当的加工资，逢年过节还有礼品，工资年年加，还有奖金。林学长，他喜欢你，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我对你真没有男女之情，我一直都是把你当成学长，当成哥哥看待的。林健递出去的袋子慢慢的缩了回去，他再次看向战月，小雅，是因为这个肯嫂的吗？他怕是连正式的工作都没有。有正式工作的人在工作日，在上班时间哪有空在外面乱逛？是他比我帅气，看着比我好很多，但帅气是不能当饭吃，不能过日子的。我们都是医生，我又自己开诊所，才适合在一起。我时间自由，以后也能顾着家庭。小雅，你别一刀就砍死我行不？给我一个机会，咱们尝试交往一下，可以吗？曾小雅皱眉，林学长，你说什么呀？战先生只是他买的房子在我楼上，现在装修中，我带他去买材料而已。我不爱你就是不爱你，与别人无关。若是我会爱上你，早就爱上了，也不用等到现在。林学长，你很好，很优秀，但不适合我，我对你不来电。你应该珍惜你身边的人，他才是真心爱你的。虽然他的原生家庭不太好，只要他一心向着你，一心跟你过日子，那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。林健和月华的原生家庭是差不多的，若在一起，真的是什么锅配什么盖了。都不要去祸害其他人了，2个人拴在一起吧。这样的话，曾小雅就没有说出来。我都不爱你，哪能尝试？感情是无法将就的。